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 之前分享了日料店的腌萝卜，调查了一下，问大家想不想学寿司里面的腌黄萝卜，有给他意外耶，竟然蛮多朋友都说想学腌黄萝卜。今天腌黄萝卜的食谱就来啦，超级美丽又超天然超好吃的腌黄萝卜，不只简单好吃，还非常好做。然后成品不只可以做寿司，也可以搭配上萝卜饭。好看好吃的腌黄萝卜，立马来备料。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腌黄萝卜的黄色来源非常的天然，就是中药材当中的山栀子，之前用它做过荤桂，装到可抛弃式棉布袋当中拍碎等等比较好捞起来。然后现在示范的这个腌制酱汁我有整个减量因为其实早就已经腌了一大盒了，这个算是示范给大家看，这个就是一半萝卜的量，大家就按想做的萝卜分量自行调整。就把除了醋以外的所有材料加在一起，大滚之后再煮个5到10分钟，让山栀子的颜色尽量煮出来这样子腌出来的黄萝卜颜色才会很饱和。关火之后呢，就可以捞除山栀子，接着把酱汁完全的静置放凉。放凉之后等等要加醋，放凉的时间我们来处理一下萝卜，基本上去不去皮就看自己因为我这颗萝卜放的有点久，皮超丑，里面还有一点崩心，但其实不影响它的美味。我会把萝卜切成2种形状一个是长条状，一个是片状。做寿司就用长条状，片状就拿来配萝卜饭，或是当做清粥小菜。大家可能会发现我的萝卜头尾其实被切掉了，主要是长条状要刚好可以放入盒子当中，所以我裁掉头尾的部分。头尾的萝卜不用丢掉，直接拿去炖排骨汤啦、鸡汤啊，或是拿去做柚子萝卜、萝卜泡菜，之前都分享过，大家再搜寻一下频道。接着把2种形状的萝卜直接放入保鲜盒当中，然后刚才完全放凉的料汁我们再加入醋的部分，大家可以按比例调整酱汁的分量，只要可以盖过你的萝卜基本上就可以。如果你家人口少，做的分量比较少的话，记得把我给的材料分量减半。倒进腌制料汁之后呢，萝卜可能有点浮起来，但没有关系我们在腌制中途再给它翻个面就可以。有真空盒的可以抽真空，真空可以加速腌制入味的时间，抽真空大约半天就可以完成。没有真空盒的没关系，就是冰箱冷藏静置2到3天。中途记得要把萝卜翻个面这样子腌制黄萝卜的成品才可以上色的非常均匀。我这个抽真空的大概腌制了半天，你看看这个上色真的很水耶，是不是爱说黄记记不是红记记对不？再来看一下长条的，也是上色给它非常的均匀，还晶莹剔透。然后今天不问想学寿司的人，要问不想学寿司卷的请留言+1，总要让不同的声音可以表达一下嘛，你说素不素？不想学很正常啊，我女儿就说不想学只想吃。除了配萝卜饭做寿司卷，还可以搭配韩式炸酱面韩式炸酱面之前分享过做法大家可以搜寻一下频道。然后大家还有什么腌黄萝卜的创意吃法，欢迎大家留言对了，忘了提醒大家，不用山栀子的话，也可以用姜黄粉来腌黄萝卜。不过成品姜黄的味道比较重一点会介意的朋友还是用山栀子比较安全。超天然、超美丽、超好吃的腌黄萝卜，等你交作业。Sometimes I go for the gold. I never thought you were easy prey. I just knew I was sold. You probably knew all along. 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让他做给你吃。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拜。I want no line
Yes, I can see